FIRE 财务自由，提早退休，可能只是对于工作的依赖转换成对于股市的依赖而已，一点都不自由，一点都不独立。今天这一期影片，我将会和大家揭露有关于 FIRE 运动的风险还有困难度。当然，这也是纯属我个人观点。我也知道做这个影片可能会被很多人的攻击，因为如果你在网络上搜索的话，几乎清一色的都会告诉你 FIRE 的好，并没有提出其中的这个困难还有风险所在。所以呢，我就希望透过这个影片，给大家多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课题，不要人云亦云，随便的跟风。那同时呢，我也会和你分享，我觉得真正达到财富自由所需要的几个步骤，肯定不是存钱，然后再把钱投入在股市里面，等着华尔街来帮你致富的方法。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熬夜，我是一个网络创业者，在这里我将会和大家一起探讨有关于个人成长、创业思维等的课题，让你学如何过上一个更加有效的人生。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 ，FIRE Financial Independent Retire Early， 顾名思义，就是一种以经济独立和提前退休为目标，重视幸福感多过于对于物质的满足的一种生活方式。FIRE 的理念诞生于 Vicki Robin 1992年出版的一本畅销书《Your Money or Your Life》。这本书最核心的观点就是，钱是生命的能量。大部分人在通过付出自己的时间来赚取金钱，同时又用金钱来换取更好的生活体验。而 FIRE 主张透过增加收入和减少支出的方式来最大化存款比例。这样做是为了积攒到的财产所产生的被动收入，能够作为终身年金中的日常开支。很多 FIRE 运动的追随者都会把 4% 规则作为参考标准，也就是说，等同于把每年支出的25倍设定为存款目标，然后再用这一笔存到的钱投入在基金或者是股市，让自己每年都可以有一个 4% 的回报作为日常开销。这样的话，有偿工作就会变得可有可无了。比如说，假设你的年度开支是1万美金的话，那么25倍就等同于25万。当你存到这个25万之后呢，假设你每年有一个 4% 的回酬率，那就会有1万美金的收入，那么呢，就可以完全抵消到你的开销，所以你就不再需要为钱而烦恼了。而如果我们以存款速度来计算的话，如果你的存款率是 10% 的时候，你需要工作9年才能够存到1年所需要的生活开支。那如果是 25%， 3年才存到1年的开支。如果存款比例是 50% 的话，那么1年就可以存到1年所需要的生活开支了。如果高达 75% 的时候呢， 0.33 年就可以存到1年所需要的生活开支了。如果根据这个方式来计算的话，当你的存款比例是高达 75% 的时候呢，你只需要工作不到10年的时间，就可以存到平均每年支出的25倍的金额。这时候你就可以提前退休，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了。这就是 FIRE 财务自由的主张。我们看这个逻辑很像是很可行，但其实呢，也隐藏着大家都没有讨论到的这个困难跟风险。首先第一个就是薪资的门槛。就以我住的这个国家马来西亚来说好了，现在普通工薪阶层每个月的平均消费是1000到2000块马币。那如果再算上房租、水电等等的这个固定支出的话，差不多就要一个3000块左右了。如果按 75% 的这个存款率来计算，至少你每个月要存下12000块。也就是说呢，你的薪水是要高达16000块每个月，每年20万才足够。虽然并不是说遥不可及，但也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大多数人都是拿不到这个薪水的。而如果按照我们亚洲华人的习俗，我们攒下来的钱呢，都80%都会拿去买房，拿去付首付。想要拿出 75% 作为存款的话，几乎是不现实的。所以呢，实行 FIRE 它是有门槛的，前提呢就是你的收入要足够高，不然给你一个20年，你还是没有办法达到自己财务自由的这个目标的。第二，通货膨胀的影响。随着时间的走动，你会发现自己的消费很像变高了。原本自己的年度开销是2万5，财务目标是25万。因为通货膨胀的影响，过了几年之后，你发现年度开销很像变成了3万块。这时候财务自由的目标就变成了30万了。投资回报的 4%， 是不是会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呢？是不是会让你花更多的时间来去达到这一个目的？那有些人可能就会说，那我去找一个理财渠道获取更高的回报，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但除了一些低利率难以跑过通货膨胀的这个国债跟银行理财以外，基金也好，股票也好，某些大企业的理财产品都好，都是不稳定的。因为很多的大企业、大银行的这个理财产品也都会爆雷的。就很像前几天我就看到一个理财产品，它的预期年化率是 4%，
但真实表现却亏损了 40%。在大陆上就有很多的这个房产理财产品爆雷，不知道有多少的家庭倾家荡产，负债累累。就算你是投资全球最强的这个股市美股指数的话，那在今年的上半年也跌了个 15%。这也是我要讲到的第3点，对于股市的依赖。如果你大部分的积蓄全部都是投资在这个 ETF 基金里面，那就等同于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华尔街身上，从对于工作的依赖转换成对于股市的依赖而已。你的财富是完全取决于股市的表现的，也就是说，股市不好的话，你就会吃面包；股市好了，你才有一顿饭来吃。所以这种方式依然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一点都不自由，一点都不独立。那我自己本身也是有投入大部分的资金在股票上面的，但我的策略呢是算比较激进一点的，会追求超过 10% 到 30% 的回报，所以投资的都是个股，风险也会相对高一些。因为对于我来说，股市是让我增长财富的手段，而不是拿来死守到老退休的。第4，没有选择权。生活所有的消费你都必须斤斤计较，每样东西都会有 budget， 旅行只能穷游，吃东西只能选择最便宜的餐点，然后你也不能够生孩子，是完全没有选择权的。前几天我才和我的女朋友一起做了一个10年的目标，10年的计划。那我就发现到自己的这个理想生活呢，至少需要每个月有3万美金的收入才能够支撑的。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计划进行的话，你可能经常就会对自己说，你不可以有欲望，你应该保持这样的一个生活水平就好了，你不要去买什么你的 dream car， 你只要驾你的 Toyota 就可以了。那这样的生活方式还算是财务自由吗？而我们的生活是充满惊喜的。假设今天你不小心生了小孩，你不可能跟你的另一半说，你去堕胎吧，我想要追寻我的这个 FIRE 梦，不想要生孩子，对吧？而根据投资百科的数据显示，在美国想要养大一个小孩的话，需要27万美金，就算你是居住在其他的国家，至少也要一个10万美金吧。前几个月我的父母就发生了一场车祸，骨折就要去医院，然后所有的医药费啊、复健等等，这些都是要全的。然后呢，车被撞烂了，我要买一辆车给他。所以你看啊，如果单纯的只是靠这种单一收入，把全部的钱都投入在这个基金的方式来追求 FIRE 的话，那么很多的开销呢，都会让你离这个 FIRE 的梦呢越来越远的。第5个，巨大的机会成本。如果你还年轻，刚出社会不久，收入还不高，就把钱都存下来，那就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机会成本，因为你少了提高自己收入上限的机会。比方说，如果你1万块，那你的这个投资回报率是 10% 好了，那你只能得到1000块。但是如果你100万的话，你只需要 1%， 你就会有1万块了。这就是基数的重要性。如果基数太小的话，怎么投都是没有效果的。所以呢，你也可以来计算看看啊，就算你投入股市，你非常厉害，像巴菲特一样，可以有一个 20% 的年化。但是如果你把它投资在自己的身上，比如投资在自己的认知上面，投资在自己对于某个领域的特殊技能，比如文案、编程、销售、行销、经营社群媒体等等的，又或者是投资自己的事业，拿钱来打造自己想要开始的副业上面，相比之下呢，这些回报率肯定都会是超过100%的，它会给你带来很多倍的这个回报。所以呢，你一定要理清楚其中的顺序。成功实践 FIRE 的人呢，并不是因为一毕业继续打工就开始存钱然后投资的，而是提升了自己的收入上限之后，才把多余的钱拿出来钱生钱的。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开始推广 FIRE 运动？ Ricky Rubin 的书籍推出之后，直到2011年开始，就经过了一个欧美有影响力的部落格 Mr. Money Mustache 的宣扬和推动， FIRE 的概念就慢慢的让人了解到。后来陆续有其他的书籍、podcast 等等开始提炼 FIRE 的概念。直到2018年 Ricky Rubin 和 Grant Sabatier 合著了 Financial Freedom 这一本书，主张以副业作为加速经济独立的概念推广开来。从那时候开始，就得到了大量主流媒体的关注，也有越来越多的财经博主 YouTuber 也开始加入宣扬。如果你独立思考，看一看那些推广 FIRE 的人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你绝不难发现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有自己的一个生意，一个可以给他们带来源源不绝的现金流的生意。不管是卖你课程也好，推你理财产品，还是出书等等，这才是他们可以快速达到 FIRE 的关键因素。但大部分人都忽略了，只专注在省钱和投资基金上面。因此呢，我现在就要和你分享真正达到财务自由正确的一个步骤顺序。第一步，打磨一项高收入技能。
比起单一的收入、省钱、存钱然后投资基金，更加重要的是让自己拥有一个生意。而我就非常认同 Ren Sabadia 所主张的把副业作为加速经济独立达到 FIRE 的方法。就像是刚刚所提到的，基数太小，你怎么投都是枉然的。你也可以去想想看，就算是巴菲特也不是靠投资赚到第一桶金的，而是靠他对于投资知识的理解，然后吸引投资者投钱给他开投行，然后收购未上市有价值的企业，才开始了他的投资之旅的。所以他经营的也是一门生意，而不是单纯的投资而已，用的是他对于投资的技能。所以在这一点上面，你就可以想一想，有什么高收入技能是有前景，是你想要去学习的，然后寻找一个榜样来去学习，看一看那些已经成功的人他们是怎么做的。就像是我也是一样，刚开始频道的时候呢，我就是学习 Practical Psychology 这个频道，配合自己在学习时可以精准的抓重点做总结的能力，在不断的打磨经营自媒体的这个技能，所以就可以快速的把频道做上来，经营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有了10万的订阅，开始获利变现。第二步，把它打造成一个商业模式。说到获利变现的阶段我们要开始去思考一下自己未来的商业模式。每个职业都有它的获利模式，有的是用 NGO 别人给你支持的方式，有订阅式，有收版权费的，有按量计费的，有按时计费的，有佣金分享的等等的。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会知道哪一个方向是会成功的，但你还是要先想一想怎样可以获利，然后去尝试。所以呢，我在还没有开始做频道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研究其中的获利方式了。当然最简单的就是广告获利，接业配，再来就是这个联盟行销，做数字型产品、线上课程等等的，又或者是贩卖自己的产品也可以。在工业革命和人工智能的崛起下，劳动需求将会变得越来越小，都转移到了知识型的工作，所以未来的世界，大家会越来越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对于内容、对于体验、对于品牌、对于情感诉求将会变得越来越高，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赛道，觉得是充满前景和获利的空间的。刚刚提到的这些获利模式我都实践过了，经营2年多的时间，总共获利也超过了300万马币。第3个步骤，打造你的生钱树。当你从自己的生意开始积累了一笔财富之后，这时候你就必须学会打造自己的生钱树。简单来说就是投资，投资了呢可以让你的资产升值，或是给你自动带来收入的东西，这时候再来 FIRE 就容易许多了。比如股票、房租型房产、自己的生意、工具、招聘人才、版权、个人品牌。当你的生钱树带来的收入超过你的生活费，这时候就真正的做到了 FIRE。 当然在这个阶段做投资，有时候有赚，有时候也是会亏的。比如我从18岁开始投资，当事业还做得不错的时候就加大投入，总共在股票和基金上的投资组合也慢慢滚到了100多万，也买了5套的房产，有一套转手卖掉，1年就赚了2万5美金。但是呢，曾经也投入过几十万在手套股，从6块钱跌到了现在1块钱。创业时期也投了不少的冤枉钱，去开发一些自己觉得对的项目，结果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虽然投资有赚，但也亏了不少，而这些亏掉的钱其实都是可以赚回来的，因为我有着自己的一门生意。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说这样的 FIRE 顺序才是正确的，先打磨技能变成商业模式，再用多余出来的钱去钱生钱，这样才算是最小化风险的财务自由之路。好了，以上就是我对于 FIRE 的看法，这边也做一个小总结吧。那我觉得 FIRE 主张的方法的确是可行的，但前提的条件就是你要大幅提升自己的收入，让自己可以拥有扩作的资金来建立被动收入，不然的话其实你会浪费许多宝贵的机会成本的。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达到这个门槛，把钱投入在可以增加自己收入上限的机会上面，那将会是一个更加好的选择。那如果你有一技之长，想要透过知识付费线上课程的方式来给自己打造副业，大幅提升收入的话，可以透过我的一个40分钟的免费教学。那在这个免费教学里面，我将会总结几个关键点，让我过去从一个素人开始打造自己的网络事业，连赚100万收入的方法和流程，限时公开给所有报名的学员。那我也会给大家有一个机会来和我们的团队做1对1的这个 Zoom 咨询，在里面呢，我们将会看看你的现状和目标，看看你的想法适不适合转变成知识付费的产品，
需不需要我们的帮助。最后，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对你的思考有更多的新观点的碰撞和给你带来启发。那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也欢迎你留言让我知道。祝福各位正在观看影片的你都可以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提早退休。那接下来每周三晚上7点半，我都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有关于创业思维和投资理财等的课题。千万别忘了帮我订阅、点赞，还有打开屏带的小铃铛，以在影片更新时第一时间获取通知哦。同时呢，你也会被 YouTube 的演算法推送到更多更好的内容，让你持续的成长。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再见。